9年前，在我计划出国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你现在这个年龄出国，难道不应该是出去奋斗的吗？为什么不去美国而去加拿大？加拿大不是去躺平的吗？7年之后，我从一个躺平国家到了另外一个躺平国家西班牙。今天我就想聊一聊，在这2个躺平国家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虽然我是通过公司的内部调转从加拿大到的西班牙，但是这2家公司都是加拿大和西班牙本地的公司，所以在公司的制度和福利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每周工作时间是37.5小时，也就是每天7.5小时。但在西班牙目前我们还是40小时每周。现在西班牙正在讨论将把40小时改成37.5，而且工资不变，但是这项规定目前还没有彻底的落实。虽然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我们公司暂时还没有。每年的夏季，我们一样都会有提前下班的情况，就是从每年的6月中旬到9月中旬是可以3点半下班的，但是这个前提也是你得从7点半或者8点开始上班。所以算下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是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在除了夏季以外的时间是每天工作8小时15分钟，所以加在一起相当于还是40小时每周。西班牙特别有名的 siesta 就是每天下午的午休，大概是从4点到6点吧，有一些店铺会关门，但是像我们正常上班的人来说，我们没有这种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们就是直接工作到5点半左右下班。但是在西班牙的午餐时间会非常的晚，我们公司的食堂是1点才开门，1点之前你如果去的话，饭都没做好。所以我来了西班牙之后，我需要在我的 calendar 上把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 book 上我的 lunch time， 不然其他国家的同事跟我约会的时候，很容易就约到了我的午餐时间。说到食堂，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在疫情之前雇了2个人来给我们做饭，但是你还是需要每顿饭都去付钱的，只是会比外面卖的稍微便宜一点。在西班牙这边是每个月从工资里边扣5欧，你就可以每天去食堂吃饭，相当于是免费的午餐了。我们每天的午餐就是可以从2个头盘和2个主菜里边各选一个，之后有甜点和饮料可以选。我在我们公司食堂吃了1年半，基本上应该是把西班牙本地的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吧。有巴埃亚，就是我们常说的海鲜饭，但其实我同事跟我说，我们所谓的西班牙海鲜饭应该特指的是里边放海鲜的那一种巴埃亚。其实真正巴埃亚它是做西班牙海鲜饭用的那个锅，那个平底锅叫巴埃亚。其实最原始的里边好像是没有海鲜，而是放鸡肉和兔肉的。我们在食堂中午的时候，如果没有吃完的饭，也可以打包带回家。我之前有提到我们组是可以100%在家办公的，但是因为我离公司很近，所以我每天来公司主要为了就是吃这个食堂，它省去了我每天中午要想我中午吃什么的困扰。我们公司食堂是从去年年末开始标记 gluten free 的食物的，所以这一点对我还挺友好的。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任何东西都特别的咸。我们还不定时的会举办一些国际美食日，就是当天食堂会推出几种菜，比方说是南美的菜。我记得有一年中国年的时候，他们还做了炒饭，就是他们自认为的中国餐，不过还可以，就除了咸以外没有太大毛病。至少那个炒饭是软的，并不是夹生的。在西班牙，我们每年是有26天的年假，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差不多每年是14天，也就是一年除了周末以外，我们有40天假可以休。这个确实从整个欧洲来看都算是多的。我们荷兰的同事是有30天的年假，但是他们
本身法定节假日一年也就9天，所以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德国好像相对多一点，他们也是30天的年假，法定节假日可能有个13、14天吧。但是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法定节假日是11天加上1天 float day， 因为不同的省份他们会有各自不同的假期，为了全国统一，如果说你所在的省这一天不是假期，但是在另外一个省它是假期的话，那么就把多出来的那一天变成 float day， 你可以在任意一天，在这一年中的任意一天把它休掉，主要为了拉齐，让大家都有12天的公共假期可以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的年假是15天，所以从休假的这个角度来看，在加拿大确实休的没有西班牙多。产假也是，在西班牙产假是5个月，但在加拿大是3个月，同时这边还有陪产假8周。不过这2个假期估计我这辈子是享受不上了。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在西班牙加班违法，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你自然不可能在下班的那一秒，你手头正在干的工作干到一半你就把它停掉，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偶尔稍微多工作个10几20分钟。那我之前就因为某一个项目我加班了2、3个小时，后来我的 manager 就跟我说，那你就找一天把你的时间再休回来就可以了。那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西班牙，都从来没有遇到过下班之后 manager 找你的情况，从来没有。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算是遇到了一个职场的 culture shock 吧，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财务总监家里面突然出事儿了，然后他就直接走人了。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你家里边出的事儿，你就可以立马放下你手头的任何工作。但是这个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好像我们总是觉得工作是要比我们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但是在这边完全不是。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会不定期的一块组织出去吃个饭，就相当于是 team building 了。但是我们所有的吃饭都是安排在中午，因为下班之后我们的同事都要回家带娃或者是陪家人，所以我们很少占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去进行 team building 或者是团队吃饭。但是在西班牙和荷兰，我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同事的告别会安排在下班之后，公司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大家就一块站在那儿，一人点一杯喝的，就一边喝一边聊天。在西班牙这边也是，我们有离职的同事又回来找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就带着新同事、老同事、离职的同事，大家一块儿去喝酒聊天，一直聊到11点、12点，这个酒馆关门。我真的是撑不住，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对于八卦不太感兴趣的人，所以我就看着他们聊，但是其实我完全投入不进去。我就觉得我站得特别累，我特别困，我特别想回家。我现在如果组织一次 global 的 call， 看到我加拿大的同事，依然会感到非常的亲切。西班牙的同事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来办公室吧，我平时很少见到他们，而且他们也很少跟我有工作上的交集，因为跟我工作上有交集的大部分都是我荷兰的同事，所以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会跟我的加拿大同事会更亲一点吧。其实有人会说，你到了一个国家就应该融入这个地方，但说实话，我在国外的这8年时间，我并不觉得一定要去融入。我就即使不融入，我依然会有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小圈子。我在之前聊西班牙工作的时候，有人说来西班牙就是躺平养老的，想要赚钱不会来西班牙。其实这也是我本地的同事的做法，就是一个刚满30岁的小姑娘，她是西班牙人，在这边工作了几年，最近去比利时工作了。她有问我，她说
西班牙就是你的终点了吗？你还有想去其他的国家吗？我说我暂时来讲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国家都满足不了我对天气和人气儿的需求。但是对于他来讲，西班牙的工资太低了，而且他还年轻，所以他决定先去其他的国家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问他，那你呢？你将来最终的退休国家会在哪？他说，那我应该还是会回西班牙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完全都是个人选择。有人选择用他年轻时候的体力和脑力换取退休之后的安稳，但是我可能是另外一种，我选择躺平一生。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重新开始都不算晚，那么你有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经历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